身的时候，其实我不怕单身本身，我怕有人催婚。我父母不催，但是有人催。我老家隔壁有个大姨，平时我也看不见她，我就过年过节的时候偶尔能碰上她，但是她真的很关心我。每次看着我，结婚了吗？生孩子？怎么还不结婚生孩子呀？这个女人呐，过了25就不值钱了。我说呸，呸呸呸，大姨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呢？今天讲讲我单身时候的事儿啊。大家能看出来，之前单身了很长一段时间啊。那段时间很绝望，因为想谈恋爱找不着人，就我对同性啊，没有什么非分之想，异性对我啊，也没有什么非分之想。但是我为脱单做了很多的努力，就是你要脱单，你首先你要认识人，对不对？我那时候比较宅，我认识人的方式就只能是在游戏里认识人。我那时候特别喜欢玩吃鸡类的游戏，就那种枪战类的游戏。我发现里面有一些男生特别喜欢撩妹。他怎么撩？比如捡个好的装备，他不是自己留着，他主动问人家女孩，他说：“哦，我这有个6倍镜，你要吗？”一般人都会说要，然后这个男生会开始他的骚操作。想6倍镜啊，叫哥然后会撒娇的人不会人家会说：“哎，好哥哥了，最爱你了，么么哒。”你别说6倍镜，命都给他。对面撒娇这个人都不一定是个女的，但不管，命都给他。我也遇到过这种男生，上来就问我：“6倍镜你要吗？”我说要。他说叫哥哥，我当时心想，终于到我了，看我怎么征服你啊！我说只要你把6倍镜给我，你不仅是我哥，你还是我大哥。大哥天，大哥地，大哥能顶天立地，大哥风，大哥雨，大哥能呼风唤雨，你是我的好大哥，有房有车，谢谢大哥。当时就大哥就被我镇住，二话没说，掏出个手雷就把我炸死了。他6倍镜没给我，我命给他了，我气死了，气得我哮喘都犯了。但是很快我就冷静下来了，我说可能确实说话有些刚硬了，但是没关系，我是个非常好学的人，我就上网找那些教怎么撒娇啊，教怎么温柔说话那种短视频，我一宿一宿看，我都不睡觉。我觉得学的差不多了，又进游戏找那个男的。我不是可是他一个人祸害啊，我就是做实验。你做实验你不得控制变量吗？我是个非常严谨的人啊，我觉得玩的差不多了，可以向他输出我的学习成果了。我说，爹爹，你开车带着我，你队友不会生气吧？队友可真修不上我，只会心疼。那男的开着车从悬崖冲下去了，嘴里还喊着要跟我同归于尽。实验证明撒娇有用，都殉情了。但是在游戏里认识人确实就不靠谱。不靠谱，你还是要在现实中去认识人，去社交。我朋友就拉着我去社交，去夜店社交。我开始很天真，我觉得在夜店社交非常容易，因为你看不见，你也听不着。但是我真到了这夜店之后，我发现不是那样的。就夜店，它不是一般人能去的地方。就夜店门推开那一瞬间，我都震撼了。我说这个就是阴曹地府嘛。灯是绿的，还冒烟儿，跟那个86版《西游记》里阴曹地府一模一样。我当时我都想，我说我来这个地方，是不是有点早？
我钱都花了，我得坐一宿，然后我就坐了一宿。我那个朋友喝了2杯就倒了，咱不知道为啥那天他倒那么快。然后有一个男的就跟牛头马面一样，就过来了，要把他带走。我死命拦着，我都忘了我是去社交的，我不是去当保镖的。结果拦着，一个手搭在我肩膀上，我一回头，我朋友就这样瞪着我，然后跟我比口型，说：“别拦着。”我知道他为什么有对象了。人单身的时候，其实我不怕单身本身，我怕有人催婚。我父母不催，但是有人催。我老家隔壁有个大姨，平时我也看不见她，我就过年过节的时候偶尔能碰上她，但是她真的很关心我。每次看着我，结婚了吗？生孩子？怎么还不结婚生孩子？这个女人呐，过了25就不值钱了。我说呸，大姨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呢？主要我真的挺烦他的，因为他不仅催我结婚，他还催我离婚的父母复婚。主要是我爸已经再婚了，我就感觉他就是见不着东西担着。可能他最讨厌的植物就是牡丹。他最讨厌的动物是丹顶鹤。最讨厌的人是我跟我妈，最讨厌的节目是喜剧之王单口记。他一点品味都没有。但是我还不能跟他顶嘴，我要跟他顶嘴，他还有一套嗑。啊，你现在不结婚生孩子，那老了之后谁管你呀？我这么说都是为你好。我说谢谢您，谢谢您。我妈都没这么为我好过。你才是我妈吧？你是我大妈。大妈天，大妈地，大妈管天又管地，大妈风，大妈雨，大妈听风就是雨，大妈不跳广场舞，句句都是为了你，谢谢大妈。你们就好看整活是不是？但是我说实话，他自己婚姻也不是很幸福。他劝我结婚，可能他觉得祸不能单行。我一直认为结婚和不结婚，他就是个个人选择，无所谓，你自己幸福就好，对吧？你快乐就好。他不是，他就像是你在那做题，让他跑过来跟你说这题选 C， 这题绝对选 C。我说这是个主观题。人生就是个主观题。我想结婚的时候，我自然会结婚；我不会撒娇，我就不撒娇；我不想蹦迪，我就不蹦迪；我想上价值，我就上价值。我不想上价值，我就下台。谢谢大家认命。我叫月明，月亮的月，明天的明，很普通的名字，非常普通。但是咱实话实讲，咱确实长得不是很普通。他们说我有明星脸，说我长得像德云社的烧饼。郭麒麟老师叫师哥。确实有点不礼貌了啊！其实我因为长相这个事情单身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但是现在大家不用担心啊，现在有男朋友了。我男朋友是我合租的室友，我觉得他是自愿跟我在一起的。我们合租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合租了能有小1年的时间。这1年时间里，我们俩没有任何情愫，甚至互相厌恶。但是为什么突然在一起了？非常狗血，因为我看见了他不穿衣服。我俩不是变态啊！那天确实回去的有点晚，我4、5点钟才到家，他睡得也晚，他以为我夜不归宿了啊，是个野女人。他就没带衣服，放飞自我，去洗了个澡。我家那个室内结构非常奇怪，那个浴室门呢，它正对着大门。
我进去的时候，他出来，接下来就是我定在原地，他躲回浴室，开始尖叫。他在那喊：“我脏了，我脏了！”我哪儿脏了？挺白的呀。这不得负责吗？这不得啊！我这么有责任感的人，然后慢慢有点暧昧，然后就在一起了。在一起之后，我发现他确实是个很特别的人。他走到哪儿都是最显眼的那一个，不是因为他白啊，因为他没有头发。不仅没有头发，他还有一脸大胡子，就是上面没有，下面有，毛发守恒定律。你们见过那个鲁智深吗？长成那样，他长得挺吓人的，但是他其实是个很温柔的人，他是很敏感、很温柔的人，而且不太善于跟人发生冲突，但是他确实吓着过人，吓着我邻居。我邻居是一个主播，非常勤奋，每天半夜在隔壁学青蛙叫，就那个点儿青蛙都不叫了，男朋友忍不了，直接走到他们窗户底下，啪就把窗户打开了。就这么盯着他们。我跟他一起去的，我说你看啥呢？他说我就看他们怕不怕进蚊子。连续3天，小青蛙搬走了。但是我男朋友其实是个很勇敢的人。他敢于承认自己的喜好，哪怕这个喜好确实会被人误会。之前我们俩去买手机，他非常激动，因为要换新手机了。他跟柜员说：“啊，我要一个粉色的手机。”然后柜员说：“啊，粉色正适合你女朋友用。”我男朋友说：“我用。”然后柜员就用那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他，他说：“啊。”大家都懂这个眼神什么意思啊？我男朋友很生气，他说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直男不可以喜欢粉色？为什么？”然后看着我说：“宝贝儿，你看看他，你看看他，我要粉呐！”我说：“3分钟之内，我要你们店里最好的粉色手机，最好的。”没看我宝贝哭了吗？店员当场拿出了一台 vivo S30。粉色青春洋溢 Live Photo 神器，最适合记录我男朋友的梨花带雨时刻。其实我很羡慕他，他可以释放自己的情绪。我是个情绪非常压抑的人，我小时候一哭，我家里人对我最常说的话就是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。咱不知道谁是男儿，反正我听进去了。所以我是一个很羡慕他，他说哭就哭，他哭起来像那个鲁智深葬花。有一种残暴的美感，我看着都怪好看的。他们都说眼泪是男人的黑丝，他有一沓黑丝，就导致我在这段感情里非常的不解风情。我甚至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，真的。我俩第一次吵架就因为我俩出去玩，他买了一束花，我随口说了一句，我说这个花杆有点长，我家有花剪子，回去剪一下。人家生气了，因为我说的是我家。不是咱家。他说我觉得你把我当外人，然后就像个竞走运动员一样冲出去50米，回头发现我没有追他，然后他像一个狂暴的鲁智深站在马路中间开始骂我：“于明，你个丧良心的！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爱咱家。”我说这个男的有点意思啊。在路灯底下一闪一闪的，但是他哭得太厉害了，我觉得我应该安慰一下他。我说你别哭了，男儿有泪不轻弹。他说那我就不是男儿。我说我当年怎么没想起这句话来啊？但是我男朋友其实很好，家里头很多事情都是他在做，媳妇做饭照顾我，他做的都很好。又能收拾家里，又能收拾邻居。我觉得这种男朋友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很多朋友还是会跟我说，他说他赚钱的能力很差呀。我说赚钱能力不能放在我身上吗？
就我负责赚钱养家，他负责鲁智深葬花，我觉得挺好的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月明。去年来了一趟啊，第1期的时候讲了我跟我男朋友的事情啊，我男朋友叫阿成啊，不是刘仁成，不是刘仁成老师啊，我说，我去年说他喜欢粉色，爱哭，很白，没有头发，他不是一个传统的男性。当然了，在我们家的家庭分工也不是那么的传统。我们家我是负责赚钱的那一个，他负责操持家务。就我煮外，他煮饭。不是我逼他这么干的，是因为我们俩在一起第2个月，他就成为了一名全职的脱口秀演员。就他失业了。但是他做全职的脱口秀演员，他赚的也没有我多。因为他不好笑啊。之前也有脱口秀夫妻是这种组合啊，就是赚钱的妻子啊，上铺的他啊，然后他们就离婚啦。离婚这么高兴来吧？其实阿成看到这个事儿，他不高兴，他焦虑。他说：“媳妇儿。”你之后也不会跟我离婚吧？我说怎么会呢，宝贝儿，怎么会呢？咱压根儿也没结。而且他总说，那你看我赚钱少，他们不会笑话我吧？我说谁能笑话你呀？谁知道啊？谁还能当着一群人面在那喊阿成赚的没有月明多，阿成赚的没有？谁能啊？我肯定是不能。那有一次他喊我说媳妇儿你过来帮我一下，我当时火腾就上。我说啊，我辛辛苦苦在外面赚钱，回来还得伺候你。凭啥凭？他说你过来帮我尝尝我新做的锅包肉怎么样？我说哎，这就一道菜需要帮忙，我能多帮2道。其实我俩现在过得挺好，但是最开始并不是很顺利。我妈并不是很希望我俩在一起，最开始的时候，因为她赚的比我少，再加上一些亲戚朋友啊给她吹耳旁风，就说那男的赚的少那行吗？有些人得当断则断。我妈听进去了，我说妈你别听别人说什么。阿成真的很好，你不信你自己过来看看，你过来考察一下。我妈来我家考察5天，这5天阿成大鱼大肉给她做，我妈1天考察3顿，有时候半夜也考察，有时候也烤肠，也烤馕啊，烤肉啊。那5天考察的很开心呐。但是我妈没有把亲戚的话忘掉，回老家跟亲戚当断则断。我跟阿成在一起久了之后，我就发现，就是做家务这个事儿，其实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好的，做都能做，但是做好它需要一定的天赋。你就像我在家，我也会洗衣服、拖地、做饭，阿成就会洗我洗过的衣服，拖我拖过的地。倒我做过的饭。有一次他生病了，病得很严重，我就看他我也心疼，我说做点热乎的啊，让他好得快点。我打算给他做疙瘩汤，疙瘩放多了，没汤了。我把那一坨给他端上去的时候，他说这是什么？意大利面拌42后混凝土。他说这怎么吃？你告诉我怎么吃？我说你要不温水送服一下，要不。他那1天都没下床，他唯一一次下床就是把我那锅疙瘩汤给倒了，顺便点了个外卖。后来他也不让我做饭了，因为他说我一做饭他心里就有块疙瘩。阿成有时候做饭
饭他很喜欢做饭，他做饭真的很好吃，圈里人都知道，他也会把自己做好的饭发到网上，希望大家能夸夸他。当然，大部分朋友是非常好的，一直在夸他，但是有一个，就那一个，你在那留言你都不知道他咋想出来的。他说：“哎呀，男的还是不能下厨房，毕竟君子远庖厨。”我说：“你要么多看点书，你要么少上点网，对你都有益处。”首先，君子远庖厨，它就是意思是君子不忍看杀生，它不是男的不能下厨房。再一个，阿成他就不是什么君子，他是个秃子。他做的饭好吃、营养、没头发。连他一根头发丝儿都比不上，你个喷子！气死我了！但是我也能理解这种人他为什么这么说啊，因为在他的观念里，他就觉得做家务就是没有赚钱厉害。你要说一个人哦，我有公务在身啊，觉得大老板，赚大钱。但是如果一个人说我有家务在身啊，听起来确实有点命苦。但是阿成不这么觉得。他觉得做家务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，尤其是我每次出差回到家，他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他说：“你看，你不在家的时候，这个家多干净啊！”我也不反驳，确实埋汰了。但是我其实他说的时候，我是很幸福的，因为在我们这个家里，阿成他就擅长做饭，那他就做饭，他就快乐；我就擅长赚钱。赚钱我就有成就感，而且我们俩都觉得自己赚到了。当然我赚的多一点，毕竟我赚的钱里有一半是笑话他的钱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月明。大家好，我是月明。你知道你们刚才喊冠军的时候我多崩溃吗？你们笑得越大声，我越笑不出来。我说实话，我选他们俩单纯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太容易相信别人了。他们一个天天在朋友圈焦虑，一个天天跟我说我稿子不行，我稿子不行。我感觉我都信了，就我信了。他不是稿子不行，是我脑子不行呀。咋往下讲？说说我脑子不行的事儿吧。我这个人确实脑子不太行。特别容易被骗，前段时间被骗了4.4万。我当时我就想，我太笨了，我太笨，但是我好有钱呢。太有钱，4万多啥没干，就换这么一套段子。所以大家不用同情我，不用太悲伤，就笑。你们不笑，我回不了本儿。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已经过去了，为什么想说？我就是希望能帮一个是一个，咱别遇上这种事儿。因为很多人他觉得自己很聪明，他觉得自己不会被骗，那是你没碰上合适的。你要碰到自己的真命骗子，哎呦我的天哪！咔给人打钱太上头，我就是碰到真命骗子了。那个骗子就在微博上冒充我一个在埃及旅游的朋友，管我借钱买回国的机票，要1.8万。我真去查了，真是1.8万。他没有骗我，所以二话没说就把钱给他打过去了。我还跟他说，我说赶紧抢，特价票不好抢。结果过了一会儿，他管我要第二笔钱要2.6万。我说你不会被骗了吧？他说你放心，我不会被骗的。我说那没有问题啊。我说那这2.6万是什么钱？他说刚才抢经济舱没有抢到，想升个舱。我就说特价票不好抢。我二话没说就把钱给他打过去了。我说这次可不要抢不到了哦，小笨蛋。
结果过了一会儿，他管我要第3笔钱，要3万。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钱了。我说这个又是什么钱？他说是托运费。我说托运木乃伊也要3万。我后来想，木乃伊可能是埃及的土特产，所以二话没说，我就去借钱了啊！我就去找我们共同朋友借钱。共同朋友说你被骗了，你赶紧打电话报警吧。我说打电话报警，他们能借我3万吗？啊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报警了。报警之后，说实话，挺难受的，挺难受，心里不得劲儿，感觉很委屈。我就想让我妈安慰我一下，我就给我妈打电话。电话一通我就绷不住，我开始哭。我妈说：“你说话啊！”我妈说：“你把水壶关呀！”这么大人能被骗啊？然后我妈开始问我怎么被骗的，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、被骗多少钱、什么银行卡号多少。我说实话，就这些问题啊，骗子都问过。问到后面我都怀疑她是不是我的妈妈。我说：“你给我打200块钱。”她说：“你滚！”是我妈，是我妈啊。但是确实跟我妈聊完之后心情好很多，然后就挂了电话之后自己冷静了一下。结果我爸下班之后听说了这个事情，我爸又给我打电话，问我怎么被骗的，什么时间什么。我觉得我爸是关心我的，所以我跟我爸又说了一遍。然后我老舅又给我打电话，我说老舅，你现在就把这个电话给我挂了，我现在就在家族群里开一个群通话。我再说一遍，最后一遍，你把这遍给我录下来，你去给我姥爷上坟的时候给他再放一遍。哎，说实话，感觉自己被骗完一次之后，感觉成电信诈骗的 VIP 客户了。他们有什么骗术都得让我体验一下。我每次接陌生电话，不是法院的传票，就淘宝退货，要不各种白条、机场改签，全是诈骗，全是诈骗。所以我对陌生电话非常抵触。我有次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就4个字儿：陌生电话，都给我气笑了。我说你们就我一个受害者吗？啊，可着我一直羊薅啊，薅秃了，我很生气，我接起来我要骂他。我说喂，他说哎你好，我说干嘛？干嘛？他说你在哪儿？我在你爹坟里。我说来，我弄死你来。他说妈，那你这外卖给放哪儿？对不起啊。那天差点饿死，但是不能赖我，那段时间确实精神状态不太好，有点抑郁了。因为你看我被骗，我帮别人被骗呢，我3观都毁了，天天让我助人为乐，乐不出来，天天在家以泪洗面，说为什么好人没好报，为什么帮助别人受伤的是我，再不当好人了，我要当坏人。我以后我就随地大小便，随地吐痰，不给老人让座，坏死他们。我说实话，那段时间我觉得我的善良一文不值。我朋友说值4.4万能。当然，我说这个事情也是希望大家以我为戒啊，但是不要可着我一个人戒好吗？谢谢大家，我是月饼。今天又被骗了啊！被房主任骗了。他天天都有在后面哭，说我没有稿子，我没有稿子。然后他今天演成这样，啊，不是该哭的不是他吧？应该是我。每个接在房主任后面人都被淘汰了。
所以你们不要把我轰下去，谢谢。哎，讲讲我啊！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啊，我是一个能量很低的人。我说我能量低，不是我说我内向，就是我很容易累，特别容易累。我每次都是休息2小时，演出5分钟，这5分钟在台上生龙活虎，下台嘎巴就躺了。但是我有一个跟我完全不一样的妈妈，我妈能量超级高，她精力超级充沛，我俩完全不一样，我俩处理问题的方法都不一样。我妈处理问题的方法就是干就完了，我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死了得了。所以我完全不懂我妈，我完全不懂她，但是我能理解她是怎样形成这样的性格的，跟她的工作有关系。她是一名小学的班主任，她有一个偶像叫李云龙，她的教育理念就是逢敌必亮剑。每个学校都有打扫分担区的活动，我妈的班级如果领到那种特别不好的那种打扫工具，她就会给她的学生们做扫前动员。她说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去给我找工具，哪怕去偷去抢，我要你们20分钟内把这里打扫干净。这就是我的妈妈，一个有洁癖的土匪头子。而且我妈特别喜欢搞氛围，特别喜欢搞氛围。每次年夜饭都是她的主舞台，一大桌子菜，一家子人做好了，她不吃，她拿起一杯酒，说：“来，我提一杯。”然后对着我姥姥说：“妈，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关心和照顾，这杯酒我敬你，祝您身体健康，寿比南山。”我说：“妈，你要找我姥办事儿吗？”我感觉你们俩都不熟，我要不给你俩引荐一下了，我要。而且他自己敬完了之后，他又指挥别人敬酒，让我老舅给我姥敬酒，让我老姨给我姥敬酒，然后他们仨一起给我姥敬酒。我说咱们家是敬老院嘛。我姥80了，我说再这么敬下去，我觉得我姥寿比南山难。北海北海有老墓碑，起低了。我喜欢。有人喝了，我就跟我妈说：“我说妈别敬了，我觉得我老脸色都有点难看了。”我妈说：“能不难看吗？你还没给姥敬酒呢。”而且我妈不仅自己搞氛围，她还拉着我一起搞氛围，让我在年夜饭饭桌上表演节目。你说小时候表演就表演了，长大了也表演。我说实话，朋友们，我的亲戚朋友们平均年龄40、50岁，我学幼师的。我给他们演什么？我说让我看看是谁的老眼睛没有看老师啊！太荒谬了！最荒谬的是，没有一个人觉得这很荒谬。而且我妈连生病的时候都要搞气氛。去年生病住院了，我陪她去住院，我天天熬夜熬得面黄肌瘦，我妈满面红光，跟隔壁搜手。医生进来都懵了，跟我妈说：“你长点心吧，你孩子都病成这样了，你还有闲心跟人唠嗑呢啊！”而且没住2天，几乎整个楼层的病人都认识我妈。我妈在走廊里散步的时候，那3步一招手，5步一回头，谁都得过来跟她唠10块钱啊。她天天在医院里给人化疗，哇！我陪我妈在走廊里散步，后来我发现，都有人开始认识我了。他们指着我跟我妈说：“哎，这个就是你经常提起的那个说脱口秀的女儿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”我说：“我不是，我是德云社的烧饼。”我知道这段脏，但是我喜欢。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我了，他们直接都不叫我，
他们直接上来就跟我说演一个，大方的演一个。我说让我看看是谁的老眼睛没有看老师啊！荒谬！我为什么今年想上节目？我就是希望以后再有人让我演一段的时候，我直接把这个视频怼到他脸上，就放刚才那一段，就放这一段。而且这些我都能理解啊，这些我都能理解。我唯一我不能理解的是，我妈她自己做完手术之后，她要操心别人的手术，我无法理喻。就人家有家属，有主治医生，她在那儿指挥人家，说你抬头，你抬脚，你扶腰，放这个床上，运动啊！我那个时候我非常生气，我非常生气，我对着我妈，漂亮。我说妈，你也是个病人，你应该躺在那儿休息。你天天操心别人的事儿，你不累吗？我妈说，你天天说脱口秀跑这儿跑那的也赚不了什么钱，你不累吗？我说妈妈，你帮助别人的样子真好看。我发现啊，我其实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想改变我妈，我想让我妈变得像我一样，就是安静一点，有助于她的恢复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我妈住进那个病房之后，整个病房欢声笑语。虽然我还是不懂她，但是我决定尊重她，因为我的愿望很简单，就是希望我的妈妈身体健康，寿比南山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月饼。大家好，我是月饼。上面来啦啊！讲点啥呢？我今年31了。不像是吗？今年81啊，今年31了，但是我还是不适应自己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，因为我甚至不适应小孩叫我阿姨，每次有小孩叫我阿姨，我说你叫我阿姨，我这个年纪你叫我阿姨，好像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我就是不适应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一直在装一个大人，假装一个大人，我甚至不敢去那种营业厅，因为我觉得那是大人才能去的地方。我第一次去办银行卡，还偷穿了我妈的西装和高跟鞋。我非常优雅地走进银行营业厅，结果一群大爷大妈问我去哪儿叫号，我说这边请。我觉得我成功地打入了成年人的内部，接下来就是去办一张银行卡。我坐在那个银行的窗口那儿，假装自己是金融圈的大佬。我说你好，我要办一张银行卡。他说请出示身份证。我说我回去管我妈要一下一直都是这个状态，我觉得跟我学的专业有关系。我是学幼师的，我超爱这个专业，因为它不用学数学，不管3723我就报了。而且学的科目全都是高中不让你上的课，音乐课、美术课、体育课给我上爽了。我觉得我们那些生病的老师都来这儿上课了。而且我最喜欢的一节课是模拟公开课，就是一个人在上面假装讲课，然后其他的同学配合他当学生坐在底下当幼儿园的小孩。我的同学们都喜欢让我去装小孩，因为我这方面天赋异禀，我不用装，我就是。我说你就说你想要什么样的小孩吧，你就说有那种戏精小孩，老师我老师，还有那种害羞的小孩。我说我想上厕所，现在不想。还有那种人来疯小孩，就那种，就是这种啊。我那大专那2年特别快乐啊。结果毕业的时候完了，因为那2年啥也没干，就装小孩了。我说这能找着工作吗？结果学校非常贴心，给我们准备了校招，就是全国各地都来我们学校招老师。我不想当一个普通的幼师，我想当那种特长班的老师，但是只有一个特长班在上海，就那一个学校。我说我就去上海，我全名杜月明，听名字就知道，我一定会在上海闯出一片天。面试的时候我超积极的，因为校长说他是舞蹈出身的，他看完舞蹈他都不看了，他就走了。
让其他的面试老师看其他的科目。我说我必须让校长看到我，所以校长问谁会跳拉丁的时候，我说校长我校长，然后校长就把我叫上台了，我就开始一顿 2 3 恰恰 1 2 3 恰恰 1 2 3 恰恰 1，我恰了1分来钟。校长说你就会这一个动作是吗？你就说我会不会吧，我还会跳街舞。我们校长说我们不需要街舞老师，也不需要这样的拉丁舞老师。我说没关系，我应聘美术老师。校长第一个就把我招进去了，我都不知道校长怎么想的，他不需要这样的拉丁舞老师，但是需要这样的美术老师是吗？所以我进去了之后，非常努力的想成为一个优秀的老师，但是我发现我做不到，我的性格根本就做不了老师，因为我的学生从不尊重我，他们都不叫我老师，他们叫我欧。就是这样，我管不了他们。但是我有个外援，我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，她就跟我说，她说管理班级非常简单，一个猴一个栓法，这。一个猴一个栓法，他说你只要把班里最淘气的那个管住了，这个班你就管住了。我说我是我们班最淘气的那个，因为我们班很复杂，它不是正规的学校，它是特长班，很松散的，所以每次那个我一进班的时候，孩子都非常的乱，第一排在那吃笔，中间那排在那撕纸，最后那排没有最后那排，最后那排在。我也管过，我说别跑了，别跑了，结果被家长投诉了，说我的口音把他的孩子带跑偏了。我说你确定你孩子的口音是我带跑偏的吗？那跑偏是上海话吗？你都不是个上海音，所以我没办法跟家长沟通。很多家长他觉得孩子画画越像大人越好，我不一样，我觉得孩子，尤其是6岁以下的孩子，他画画你要保护他的创造力。我有一次带着我的班级小孩画一个小汽车，家长出来就把我堵住了。他说：“你看看这画的什么东西？”我说：“这个是一个4岁小孩画的一个螃蟹小汽车，虽然画的没那么标准，但是他很有想象力。”他说：“我觉得这个车他拿不出手。”我说：“那，我给你加个奔驰的标呢啊。”我真的适应不了这份工作，所以我就离职了。离职找了一个成熟的工作，全职说脱口秀。非常成熟，但是我确实我没法适应自己已经长大了，但是确实已经长大了，感觉自己被催熟了一样。我去年去参加同学会，我的同学也像被催熟了一样，他们在饭桌上就讨论车、房子、钱，我在那儿想菜有点咸，但是我插不进去话，直到他们开始聊黄金的价格和银行的汇率，我说这个我略懂，去银行你得带身份证啊。他说你不行，你去小孩那桌吧就。我说去就去，我喜欢坐小孩那桌，不用喝酒，不用抽烟，还不用应酬，吃完饭之后还能围着桌子。讲到这儿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月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西卡。我是空姐，看得出来吧？好。这都不算什么。我刚开始讲单口的时候，我是那一组唯一一个女演员。那个时候主持人介绍我说，接下来上场的是位女演员。观众说啊，主持人说没对，垫了一句，她还是个空姐。观众啊，我一上场，观众啊，其中有个大哥噌的一下站起来，看过这个婆娘一看就是春秋航空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别这样，每个航空公司的乘务员各有各的美，知道吧？这都算了，就是因为大家有这样的反应。前段时间我去看医生，因为腰不好嘛，我一进去那个医生的诊室，有2个老头躺在那个地方针灸。当时医生看了我那个片之后，觉得我非常的严重，他说干什么工作的这么年轻，腰伤那么严重？我不好意思说我是空姐，我怕2个老头站起来笑我，我忍了一下。他要给我开脾气，他说你快点干什么的？我说医生你，我高空作业。
说完，医生手上的笔都放下了。天哪！哎，看到没有？高空作业，妹妹。我说你说呀，他说现在像你这么年轻，开塔吊的还是少了哈。哎呀，确实我跟大家想象中的空姐不一样。我是体育生，原来是定向越野大赛冠军，国家2级运动员。怎么当上空姐的？完全是因为那段时间训练太累了，我不想跑了。我刚好碰到了空姐面试的招聘，我就报名了。拿到面试通知单那一刻，特别开心，拿着单子去找我教练请假了。我说教练，我不跑了，我要当空姐了。我教练拿过我的单子，天哪，空姐！你去嘛，你当了空姐，老子给你买架飞机。当天面试的时候，我分到的那一组堪称当天面试的死亡之组。什么意思？条件太好了，因为我们那天所有人都分成7个人一组，最多就是7选2，有些甚至一组全部淘汰掉。我一进去我们那一组，不要说7选2了，我进去我都选了4个了。太好看了。第一个女孩净身高174，新疆人。对吧？我刚进去跟他对视那一眼，我就说这个空姐你当我不当啊。特别好看，漂亮到哪种地步？当天我们要求是穿短袖，裸露部位不能有任何明显的疤痕。当时面试官问他，你手臂上这道疤是怎么回事？他说这个是胎记。面试官说胎记，我觉得胎记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该会淡掉吧。胎记随着时间的推移淡掉，他在想什么？又不是爱情。而且我这个时候已经明显感觉到第2个女孩子的跃跃欲试了，已经迫不及待，她该踏的时候一个箭步上前，老师好，我是2号，身高171，特长拉丁，咵，他就甩了一个胯出去，就这么快，这个胯都感觉甩到了对面3位面试官的桌子上放着了。目光如炬盯着对面的面试官，好像在说：“你们不给我过这个胯，我就收不回来哦。”面试官哪里见到过速度这么快的胯，对吧？他说：“挺不错的，挺不错的。那个同学可以到旁边冷静一下吗？我们后面毕竟还有那么多选手。”他说：“可以啊。”他这样送着胯就到旁边去了，好灵活。太优秀了！到我的时候，我已经明显感觉到，因为可能是面试官已经看到了太多条件非常优秀的女孩了，到我这已经明显没有什么耐心了。我刚刚上前一步准备开口的时候，他直接打断了我说：“等一下，你基本条件我们已经看了，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。你有没有什么特长？”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尊重我。我当时冷笑，我说：“特长，哼，这个地方不够我起跑。”如果老师想看的话，可以放我下去跑给大家看。3位老师是不是不知道怎么评判跑得快与不快是吧？没有关系，这样，3位你们现在从中随机挑选1位下去，我让他50米，我把他抓到，你们让我过，可以吗？当时其中有个面试官，你跑吗？我不跑了，累了，你先出去等一下吧。我说稳了。过了一会儿出来通知我过了，我说过了。我就问老师，老师啊，我究竟是哪方面勾引了你们3位选择了我？老师说：“我们今天面试了1天了，确实没有看到过跑得快的空姐。”你要跑得快的空姐干嘛？后来上了班才知道，个别旅客啊，极个别，他上了飞机以后，他认为空姐是住在行李架里面的。怎么说？就只要他一按呼唤铃，所有空姐必须像氧气面罩一样快速掉在他面前说：“怎么了？”对吧？有一次我还在工作间准备，突然呼唤铃就响了。你们也知道，练体育的听不了发令枪。我当时一下冲去在他面前，怎么了，旅客？好快！
开心极了，觉得自己的特长有了用武之地，转过头看了一眼我同事在门口胯只甩了一半。我完全能理解大家为什么想象不到我当空姐的样子，因为这个社会对这个职业的刻板印象确实太多了，对吧？很多电视短剧里面拍的空姐就是这样，穿着短裙、丝袜、高跟鞋，拖着一个飞行箱在那个候机楼走过去走过来的，对吧？都是这样，完全不是这样的。而且我当了空姐之后，非常不能理解，为什么我们在那么复杂的高空环境下工作，还要穿短裙、丝袜、高跟鞋，就不能穿裤子吗？对吧？我当时问过我的老师。其中得到的一个答案，他就是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。他说穿裤子的话，可能有些旅客会觉得不舒适，不舒适是因为空姐穿裤子，你把飞机上那个拥挤的座位全部给它换成床，对吧？哪怕空姐穿着盔甲站在他面前，他都不会觉得不舒适，睡着了看不见，巴卡巴卡，就。而且丝袜这个东西真的很不方便，真的，在这个职业里，我不知道它的作用在哪里。从舒适度和安全的角度来讲，都达不到，不保暖还吊裆，穿过的都知道，对吧？有些质量不好的非常恼火，哪怕这个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男人博尔特，这身装扮参加奥运会，对吧？各位，预备，砰！啪，撞线那一刻。博尔特100米成绩58秒69，没有破纪录，破了2双丝袜。而且如果飞机遇到紧急情况着火了，真的需要撤离旅客的时候，我们撤离的最后一步，所有乘务员需要脱掉自己的丝袜，因为丝袜的材质在这种环境下非常容易起火。你不是知道它不安全吗？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还要花时间去脱丝袜，那为什么一开始还要穿？你哪怕给我穿一条厚一点的牛仔裤，起火的时候我甚至可以把它一屁股坐灭，真的，是吧？遇到紧急情况，这个时候着火了，我说火在哪？我一屁股坐过去，我的同事拿着我灭火器来，火在哪里？我说火在当下。所以真的，对吧？所以空姐穿裤装，真的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吗？今天我刚好穿了裤子，我想拜托大家跟我在一起感受一下。尊敬的各位旅客，晚上好。我代表全体机组成员再次感谢您选乘本次航班，我们愿与您共同度过一段愉快而舒适的旅程。我是本次航班乘务长希哈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樊主任。我来自山东临沂的沂蒙山，我是我们村的信息中心主任。这个职位吧，每个村都有。北方叫车老婆蛇，南方叫蛐蛐人。主任就是这伙人的头子。我是一个50岁的新人演员，才出道。王悦，哎，绝经和退休不会一块来。绝经和出道一块来。所以来说脱口秀，是因为我去看演出和脱口秀演员互动，网友都说我比演员好笑。剧场老板希望我来讲脱口秀，我就被招安了。我上一个被招安的山东老乡还是宋江呢。
我说我不会讲脱口秀，我只会蛐人儿。就我们前院婆媳吵架，东院2口子分家，都是我给造的谣。老板说这就是脱口秀。我说还得是上海人亲民洋气啊。这也太能翻了，太狠了。从我们村的田间地头来到了上海，我突然感觉我就是网上说的那种小镇儿造谣家。有人说大姐，你咋什么菜都知道啊？哼，我说我可是信息中心主任。教主，我就说这个梗不好笑吧？您看天上干什么呀？其实我很犹豫，挺怕到大城市来的。我可是我们村的高端人才，又受欢迎又被需要。我会上网。我们全村的智能家电，洗衣机、有线电视，有问题的都来找我。我是我们村的马斯克。那倒是大城市来了，天天逗别人笑，那不成了马保国了？再说了，那大城市压力多大呀？农村大妈第一次进城务工多难呀！就转身啊，看了看我身边的老公，我觉得我不怕难。和我老公比，大城市的压力算个啥呀？我这个老公啊，是我妈给我选的，身高1.55米，体重95。现在年轻人啊，叫这种很瘦的男人为细狗。我妈在30年前就给我选了条柯基。腿拍不动啊！我妈说我大姐一直被家暴，都是因为她找的老公太高太壮了。我爸一看到这个又瘦又小的，说：“哎，这个行啊。”这小玩意好啊！我闺女跟他吃不了亏，他打不动。我俩第一次见面啊，我发现他何止是打不动啊，我感觉他都活不长。他跟我说他175。我说学呀。结婚不到1个月，有一次我老公跟我吵架，就跃跃欲试的要动手，我心中暗喜，还是我妈说的对呀。这要是找个又高又壮的，我肯定吃亏了。没想到啊，我老公是真狗。把他爸叫来了，双拳不敌4手，我就跑回娘家了。我爸一看到我啊，就说什么：“你被那个小玩意打了，你咋不养好了再来呢？这让别人看到多丢人啊！快回去吧。”我说：“爸，我再不来，你就该去吃席了。”那父子俩都进了医院了。过不
下去了嘛。但想离婚太难了，父母都不支持。我给我妈说，我说妈，他太懒了，我得离婚。我妈说他又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，你有什么不能过的？我说妈，他耍钱败家，我得离婚。我妈说他又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，你有什么不能过的？我说妈，他在外面有女人了，我得离婚。我妈说他又不是耍钱败家，你有什么不能过的？我爸更过分，我爸说我们家嫁出去的女儿就没有离婚的，家族的名声不能毁在我女儿这里。我说爸，男人家暴不丢人，女人离婚丢人。哼，咱家的名声就是你女儿让柯基给打了，还蹦起来打的。哎，好难受啊！但他们特别信命。我妈说我带你去找个大师算算。我说妈，你这也太迷信了。大师说吧，我俩过不好，都怨我老公。我转手就给大师又掏了200。我说加个钟，你给我展开了说说。啊，明明是大师的眼睛看不见。那天我感觉我才是眼瞎的那一个。就这么一过就是30年啊。我现在开始理解我的父母了，我感觉他们就是天生的糊涂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婚姻，他们甚至连我生日是哪天都记不清。有些事情是我自己后来慢慢想明白的，就比如啊，直到前年我才知道我的生日是4月8号，因为2023年的4月8号，我签约成为了一名脱口秀演员。2024年的4月8号，我带着俩女儿净身出户拿到了离婚证书。2025年的4月8号。什么都没发生。我过了一个平静而又幸福的一天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房主任。大家好，我是杨蒙。终于回来上节目了，太帅了！谢谢，就等这句话，谢谢。真的，不然我现在每天打开小某书，他在那儿给我推荐，猜你想搜。杨蒙恩去哪儿了？我跟你说，人一旦从网上消失了之后，别人就会觉得你出了什么问题。我还收到那网友啊发私信关心我说：“蒙恩，看你好久没有发微博了，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感情出了一些问题？”我是《再见爱人》导演组的导演，有没有兴趣？我说 OK。朋友们。我这2年什么都没有发生，真的没有任何事。我这2年一直在准备出国留学。我去年1整年我都在学英语，然后考了托福，然后年底成功报考了纽约大学电影系的研究生。厉害吧，厉害吧？但是我没考上，我没考上，给我干懵了，知道吗？他们跟我说我分不够，我说我以为明星上大学不要分啊！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不是明星啊。是的，我面试的时候我还跟他们假装谦虚呢。我想说我自己是个小有名气的演员。我说 I'm a little famous。下来一复盘，果然英语没写好。英语里面。little 是有一点 little
是几乎一点都没有。哎，我还跟人要奖学金呢，我奖学金我也不会说。I want you give me money, give me money. I need money, I need money. 我这个面试总结下来就4个字儿：敲诈勒索。人那边也纳闷呢，说：“哎，今天面试一小伙子，一点名气都没有，还跟我说觉得自己巨牛。”我当时就不应该跟这些老外谦虚。我看 I'm late, I'm superstar, icon, influencer, ICS VIP 会员，是吧？只要我愿意为这个面试结果，我可以抢先看。我跟你说，我也就在现场这样讲，知道吧？这个段子等播了以后，你们看吧，那些 VIP 们呢，肯定在那发弹幕呢，是吧？famous是形容词，不能跟在 Aledo 的后面。就你们英语好的，就你们英语好。他急了，我就是急了。我就刚跟弹幕吵了个架，不好意思。我就是喜欢把事儿想太美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说实话，我当时退圈的时候，我都想好怎么复出了。我就想，我沉浸2年之后，在微博突然发一条纽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然后我就云淡风轻的3个字：纽约见。到时候，纽约大学3大校友，泰勒·斯威夫特、李安、杨蒙恩。我都差点给李安发私信，我说学长，咱们学校在哪儿买脸盆呀？我对我的自己的认知产生了非常大的偏差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我能达到的效果就是那种厚积薄发、带着梦想冲出枷锁的大龄留子。但实际上呢，我就那种每年高考里面的新人文人物，是吧？6旬老汉第18次参加高考，喜得176分。最后大家佩服，都不是因为我取得了什么耀眼的成绩，大家就是纯惊叹，这老登还有气儿学呢。当初还有人给我建议，就说你直播呀，你记录考研过程肯定有流量。我就是怕打脸，我就是怕我在每天直播奋斗考研背单词，然后第2天回来，请问脱口秀大会在哪儿报名啊？其实这个我考研失败的段子，在我决定考研第1天的时候我就想好了，唯一的区别就是我回来了，但节目不在了。我真的回来以后，我朋友们跟我吃饭呢，聊的都是我熟悉的人和事儿，但用的都是我听不懂的词儿。现在主要俩节目。一个拖沓，一个喜单。我说拖沓喜单啊，这俩节目一个鹅的，一个桃的。我说，鹅的桃的。我努力听懂他们说话的样子，就像一个刑满释放人员。我跟他们说的话也像刚放出来的。他们说蒙恩，你到底上哪个？我说少废话，这2个哪个来1000块啊 ？I need money。然后他们给我讲这2年行业有多激烈，对吧？有人塌房了，有人聊粉丝被爆了，有人被女友锤了，然后女性主义脱口秀遍地开花了。我听起来就感觉脱口秀这2年的发展好像就是女演员一直在上桌，男演员一直在上炕。真的，之前还有网友给我发私信说，蒙恩，我觉得现在有些女脱口秀演员硬上价值，你能不能出来吐槽吐槽这个事儿呀？我说你让我吐槽什么呀？你先把那些男演员从炕上拽下来呀！这个没有影射同行的意思，就是真的是这样的。然后杨丽还问我，杨丽问我说：“杨哥，这2年你发生的事儿，你就一点儿也不知道吗？”
我说对呀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为了学英语，我关了朋友圈，我卸载了微博，然后一切社交软件我都远离，避免打扰。他听完之后，他都惊呆了。他说：“天哪，就这都没考上吗？”但是我拿到了另一所大学的 offer。我还是有学上，然后我今年还是决定出去上学。然后他们问我为啥一定要出国，我说我想主持奥斯卡，我想把脱口秀带到国外。王建国说脱口秀不就是我们带回国内的吗？然后说这玩意儿带回来才几年，你又往出带？你没事，你当脱口秀干啥？咋的了？语言类节目不加关税啊？然后我在开放麦突然练的，就是双方谈妥了。我说打这么半天，把我段子给我打飞了，是吧？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大象冰箱理论，就是不管你想干什么事儿，别多想，你只计划3步：学英语、去美国、主持奥斯卡，就是这样的事儿。别听那些有逻辑的跟你说，哎，这不可能，怎么样。我说把大象放冰箱里需要3步，他跟你说哪有那么大冰箱呀？这需要多少电荷呀？他觉得他自己有逻辑，但他也不想想我去哪儿找大象啊。其实就是很多人都觉得你实现梦想才是成功，但我自己觉得就是，当我去追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成功了。虽然最后没有成为李安导演的校友，还是有些遗憾。但是，李安导演你放心，以后我去纽约买脸盆，我指定还找你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杨蒙。真的，哎，去年我上完节目过后，应该很多朋友认识我了吧？有认识的吗？有吗？我先认识。去年确实一整年，我也在线下巡演我自己的专场，也演了很多场。说实话，这个工作越来越忙，我现在身体跟不上了，我痛经。哎，我也是会来月经的啊。真的，我把你们当自己人才说的。其实我每次来月经，我从第1天我就开始痛。那种痛可能很多男生不太能懂哈，就是你上学的时候，几个人端着你的腿去撞树，这连撞7天啊！我上一次来上海，我出差也是在虹桥机场，那天突然我在机场走着，突然就来月经了，一下把我痛的就晕倒在地上，当时来了3个男的抬我，没抬起来，抬不起来，顺手就把我放在地上了，旁边围过来好多人就在问，他说怎么了？我躺在地上很虚弱，我说痛经。旁边人说小伙子痛得都神志不清了吧？哎，我又补了一句，我说女的。那旁边人说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还在想女的？天哪！本来我是一个很能忍的人，真的。有的时候我就想着，我说忍一忍就过了，大不了我就忍到绝经那天嘛。但我除了痛经啊，我还月经不调，可能很多男生又不太能懂哈，就是你上学上得好好的，突然有几个人他端着书就来撞你。我的月经就是这个样子，真的。来的时候也不说一声，到点儿了他又不走，在的时候我浑身都不舒服。我的感觉这个东西不应该叫大姨妈，应该叫领导。哎，你们应该都有领导吧？大家都有领导哈。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坐在位置上在那想说，忍一忍就过了，大不了我就忍到退休那天嘛。你掐指一算，你说哎，退休那天刚好就是绝经那天。而且我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就是那些退了休又绝了经的女人。但现在应该没有这样的女人了哈。现在虽然绝经提前了，但是退休延后了啊。这个月经不调，我不知道你们谁不调哈，我要调。我还是找了一些小诊所去看的，前后起码找了8个医生给我调，调完了他们说我月经不调。有的时候把那个医生都调烦了，
给我抓了药，他开始这个药也来点儿，那个药也来点儿，到最后他都问我，他说这个你来点儿不来点儿？我说我是来医院抓药的，我又不是上食堂打饭的，我这。上一次我在虹桥机场把我痛晕了过后，我就回成都，我说下定决心我去大医院挂个专家号，好好看一下我这个妇科。那天我老早就去了，一到诊室，医生问了一些基本问题，他就给我提了个要求，他说你能不能把你衣服撩起来，我检查一下你的胸。我怎么好意思嘛，我胸又长得不好看，我虽然没有身材，但是我有身材焦虑哈。他长得像一个八字，好了，你们也不要盯着看了。而且那段时间本来就因为月经不调，我的八字还挺硬的。哎，医生接着问我，他说你确定你自己是 XX 还是 XY 吗？我说我是 XL。你问的是你的染色体，妈呀，染色体好陌生的词啊！我说我的应该是染的还可以哦。医生也很难为情，他就问我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是观察你，长了一圈小胡子，你声音有点像个男的，我怀疑你体内有2套系统。”妈呀，当时把我吓坏了，我说什么意思？一套安卓，一套 iOS。而且本来上医院想检查一下月经来不来的事儿，那天变成月经该不该来的事儿呢。我当时月经一下就不痛了，我头有点痛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医生就让我赶紧去做一个全面的妇科检查，我就去了。说实话，做检查的过程当中，我心里还是很纠结的。我都在想，要是我检查出来我体内真的有男性系统，我怎么办？我的朋友们怎么面对我？我出走半生，归来竟是少年。我想了一圈，我觉得这个事情，世界上最开心的人应该是我爸爸。我爸爸太想要个儿子了，但他这辈子只生下了我和我妹妹。不过我觉得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跟他说，他应该都会很开心的，哪怕他去世那天，我就站在他面前，把我的检查报告拿出来，我说：“爸爸，其实我不是你的小棉袄，我是一个假2件。”爸爸绝对躺在床上在那儿瞑目啦。等一下，顺便把你妹妹送去再检查一下。爸爸能等。但我这个检查很快就做完了，我赶紧拿着报告单回到医生的诊室，一路我都很紧张，我也需要一个结果，我就站在门口悄悄问医生女儿女不女，很像站在产房门口，真的，别的话都别说了，就告诉我是男孩还是女孩吧。医生说：“恭喜啊，女孩，全女孩，158斤的大胖丫头。”朋友们，我活了快30岁了，真的。那天我才感觉自己是一个被官方认证的女人，你知道？这个段子你们也别闲着，播出那天你们就给我把消息往外散哈。逢人就说王月纯女的啊。那赶紧给我看看我月经不调的事儿吧。医生给我总结了一下，看了你的报告单啊，我们就发现其实是因为你体内雄性激素过旺。说白了，有点超雄，你知道吗？你雌性激素太少了。不过你这个情况没问题的，你慢慢的找个男的，生个孩子，激素就稳定了。我说激素稳定有什么用？老子人生都不稳定了。再说了，我是来医院看病的，我又不是来求子的。你让我这个样子，我上哪里去给你找个男的？我一想，我说，哎，虹桥机场那儿3个男的，还挺有责任心的啊。但我后来在想，居然在那一刻，我真的在考虑，要不然就听医生的吧，我找个男的当个药引子。但我觉得我这样不对，这样不对啊！大家都说不要物化女性，我居然在那儿要物化男性，你知道？我就问医生，我说其他真的没办法了吗？
医生说实在没办法的话，我当时就知道他有办法。要不然就给你开点补充雌性激素的药吧。我说啊，这难道不应该是第一个办法吗？那个药我买了，就几十块钱一瓶，我现在也在按时吃。说实话，月经已经好多了，而且它调整那个雌性激素嘛，补充上来了。现在有的时候在家里开始偷偷穿裙子了，你知道。所以啊，朋友们，真的，关于医学、婚姻、男人、痛经，我觉得咱们能花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，真的没必要花自己几十年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王悦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叫谢谢，谢谢你们。我今天也想聊聊我的高中。我来和你们站到一起了。我高中是在河北衡水中学上的，对，所以我起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从那个地方活着出来，我心存感激。而且今天也很开心能和墩儿老师在单口的舞台上 PK， 完成了一个我从衡中到现在一直没有实现的心愿，跟老师犟嘴。我非常紧张，当时在衡中真不敢犟。衡中是一个很卷的学校，卷到教室后面贴着条幅，上面写着只要学不死，就往死里学，传播度非常广。我觉得这个标语很荒谬啊！我为什么要往死里学呢？我不应该往清华北大里学吗？衡中很会营造那种卷的氛围，一入学就让我们写自己的目标大学贴到墙上。我当时写了同济大学计算机系。真的假的？那是一个我非常向往的高校。但是老师看到以后，他质问我说：“你是不是不想学了？”你要不现在去网吧吧？让我改成北京大学，我不敢犟嘴，真改了。但是衡中确实出成绩，后来还真的考上了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。刚才墩儿老师是清华的，我是北大的，清北学生到底会干啥？会搞笑，这。我一般在外面做自我介绍，如果我不说我是衡中的，我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，就有人觉得说，哎，你装什么？但一旦我说我是衡中的，他们就辛苦了。哎，活该你上北大。确实很辛苦，衡中当时时间管理很严，我们都没有时间洗澡，有的同学1个月才能洗1次澡。那个时候班里面味儿贼大，尤其是重点班，班味儿有点重。就当时在教室里待久了，我们得去厕所透透气儿。当时衡中这种严格的管理，依靠于它严苛的校规校纪，比如当时要求我们早读课要大声朗读。比如说背英语单词，comedy， 我们就得 comedy。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大声，我觉得我背书背过就行呗。你那么大声，分数没上去，分贝上去了。我一开始觉得大声背书这个方法特别俗，后来想了想，其实挺雅的，背一会儿就哑了。但是没有办法，衡中还要搞那种早读评比，拿个分贝仪去每个班测音量。就导致在衡中待久了，逼得我现在嗓门贼大。就怎么说呢？我其实可以不用麦的，其实。我的妈呀！然后当时还有一些那种禁止谈恋爱的校规校纪，但是在衡中啊，我们不用谈上恋爱，就可以被抓。因为衡中有一项罪名叫做男女生非正常接触。你看他这个用词。他就很赛博朋克，非正常接触，感觉谈了个外星人。范围包括男女肢体接触、男女同桌吃饭、男女并排行走。
我寻思这些都是非正常接触，那啥是正常接触啊？操场上亲嘴儿。还是双方家长先见个面啊？当时处罚力度是回家反思4周。我不是很理解，我觉得我要在衡中谈恋爱，顶多也就偷摸传个小纸条。你要上我回家反思，我俩可就逛街去了。当时衡中有那种老师，他专门负责查违纪，每天就往他那个电脑前面一坐，拿个高清摄像头看有没有人谈恋爱。哼。恋综观察员，他要是去当恋综观察员，那嘉宾来一对成一对，就在他眼里干点啥都是想谈恋爱。我当时比较爱干净，我宁愿不吃饭也要挤时间洗澡，就因为身上没有臭味儿。德育主任质问我，说你最近是不是谈恋爱了？天天洗澡。肯定是为了招女生喜欢。我说老师，有没有可能我洗澡不是为了女生？我是为了卫生。不洗澡我身上痒痒。老师说身上痒痒，我看你是心里痒痒。当时德育主任还负责查自习。然后他检查的指标是抬头率，就是在一间安静自习教室里，德育主任会从教室前门推门而入，看有谁抬头看他。如果你抬头看他，你就是没有学进去。我说老师，有没有可能你不进来，我已经学进去了？就当时我们大家都知道门开了，但为了避免违纪，硬不抬头，这个东西需要的意志力，比你抬头看一眼还分神儿。我有一次正做着作业呢，突然老师推门进来，我嘎一走神，算出来李白是个等边三角形。就李白要是在我们衡中上的高中，他也当不了诗人，他望不着明月。他举头只能望主任，然后主任让他低头回故乡反思1周。我当时看过一些犯罪电影，里面描绘的那种校园枪击案，我说在衡中都不可能发生，罪犯都没有体验感。你们想象一下，一个变态枪手扛着 AK-47踹门而入。没人理他准备好享受我们的惊恐与尖叫带给他的变态快感，然后他发现没有一个人抬头看他，罪犯都吓坏了，赶紧拿枪指着我们大喊，说 freeze， 我们 FREEZE。他永远不会理解为什么我们被人拿枪指着还能学习。我们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。